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换一个话题，和你谈一谈我们加拿大有什么值得我们记忆和庆祝的发明吗？亲爱的朋友，加拿大的国庆刚刚过掉。每到加拿大国庆的时候，很多人都到街上参加游行，热闹，非常的开心。像我这个出国30多年的人，时间越长，越觉得加拿大新鲜。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出国很多年还是不知道。趁着国庆这个喜庆的日子，我呢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加拿大和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发明。也许你出国很多年了，你都不知道。今天我就随便和大家聊一聊3个小发明。在我们加拿大，在我们魁北克，你知道花生酱是谁发明的吗？在加拿大，你知道10大发明以饮食为代表的普京这个食料是谁发明的吗？你知道世界上第1条道路路标是谁发明的吗？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可能大家会有兴趣。我有一个魁北克朋友，他特别爱吃花生酱。他跟我说，他一周要消耗1大罐花生酱。我觉得很吃惊。我出国以前在中国偶然的用花生酱搞个凉面，那个时候的花生酱都是买来的花生，把它压碎了然后制作的。但是加拿大的花生酱让我吃惊，味道特别好，而且非常的好吃。我这个朋友一周消耗1大罐花生酱，我问他，你为什么吃那么多花生酱？他告诉我，他说花生酱这东西，早餐的面包是需要的。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什么肉食，没有什么太多的配料，你做什么放上花生酱都好吃。再说花生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东西，有利于健康。我带着他的这个质疑呢，无意当中呢，在一个资料里边发现，其实花生酱这个东西啊，不仅好，而且是我们蒙特利尔人发明的，这让我感到很惊喜。在民间说，花生酱最早是由一个美国的植物学家叫乔治卡夫发明的，实际上更早是我们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个药剂师叫做马塞勒斯发明的。马塞勒斯埃那个时候是在1884年的时候，他呢作为一个生物学的学生，他学的是生物学，而且就在我们蒙特利尔，在1849年的时候，他呢看到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他当时产生发明花生酱的初衷，是因为看到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人吃花生很困难，他们不可能咬不动嘛，所以呢他就看到黄油，看到猪油这些东西呢，得到一些启示。他觉得是不是可以从这些油当中呢得到的启示来做成花生酱，跟这些猪油和黄油是一样的。于是他就做了尝试，他把这个花生呢最后做成了像黄油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创造了花生酱，为我们加拿大，为全世界发明了花生酱。在1884年
他获得了美国的专利。我的朋友那么爱吃花生酱，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那么爱吃花生酱，是不是因为花生酱是我们蒙特利尔人发明的，有一个历史渊源的关系？他说你说对了，是的，我们蒙特利尔人都爱吃花生酱，花生酱好。其实花生酱我现在也学会吃了，我的早餐也是离不开花生酱的，每天早餐我都会放花生酱、果酱和牛奶、果汁，这是个好东西。亲爱的朋友，这是我告诉你的第一个发明，我们蒙特利尔人的发明。说到吃，大家还知道我们蒙特利尔有个最著名的餐叫做布丁。大家知道布丁这是非常有名的，最早发明布丁的人呢，也是我们魁北克的人。据说是在1957年的时候，一位驾车大司机在冬天很冷的时候，肚子非常饥饿的时候呢，到了一家饭店，他申请给他一个热乎乎的土豆条、奶酪，他说倒上一点牛肉臊丝。这样的菜在当时还没有，后来这个厨师说这叫做一团糟，于是呢给他做了这个餐。有了这个餐以后呢，布丁这道餐就出现了。布丁就是土豆条、奶酪和牛肉酱倒在一起。这个餐呢，后来成了我们加拿大10大发明中饮食类的代表。当然，布丁的餐出现了以后呢，也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在1987年的时候，加拿大就有很著名的政治漫画家。那段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开始出现一些垃圾食品，特别是对垃圾食品的批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批评这个布丁，就觉得这个饮食呢没有青菜，也没有什么，吃了以后呢是属于垃圾食品，对身体不好怎么样。但是这道餐被公众接受了，大家喜欢吃这道餐，而且非常的喜爱。在蒙特利尔，在魁北克呢，还建立了一个吃布丁的大赛。这个大赛每年组织一次，由蒙特利尔呢著名的一个这个烧烤店来做。创造这个记录的呢，可以吃到15盒，这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赛事这在我们魁北克，在加拿大都有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布丁这个食品呢，已经遍及了整个北美，遍及了欧洲。在法国有布丁这个饮食的系列。那么像世界著名的快餐店麦当劳，这些都有布丁。这次俄乌战争，有人说这个名字跟普京的名字有点相似，后来法国的系列店还专门做出解释，说这纯粹是两回事。因为普京这个食品可以给它一个新的名字，就叫做弗拉基米尔，真有意思。但是今天普京这个饮食已经成了我们魁北克人的骄傲。如果说有人来魁北克来玩一玩，你就带他去吃布丁。而且现在在魁北克有3个地方都号称是布丁的发明，是他们发明的。这些包括在特拉蒙市，在维多利亚市，在黎塞留河岸圣劳，他们都说是他们发明的，至今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这是我们跟你介绍的关于我们加拿大的饮食发明的名家，也是我们魁北克的名家布丁。说到这2个饮食，我们现在说一说第3个发明，就是我们
加拿大人发明的世界道路标的这一个伟大的事件。为什么他说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呢？大家知道，在1930年以前，整个世界所有人开车，不管你左边来右边去，不管你是对面来还是我过去，都没有一个中间的线，大家都是像这样乱开的。如果你不留神闯过来了，我只能按喇叭摇铃铛，对吧？或者是躲闪起来，因为没有这一条中间线，没有这么一条线。但是这条线确实很简单，就是一条线，但是它是一个革命，因为这条线的出现呢，才可能出现我们今天的道路，高速公路一条道路走到底，对吧？才会出现我们现在有的双线、七线、黄线，才会有了今天规则的道路行驶。亲爱的朋友们，这条线的发明就是我们加拿大人做的，是在1930年，安大略省的一个工程师叫米勒，他在多伦多和魁北克交界的地方，用白油漆呢画了世界上第一条道路标线。这条道路标线画出来以后呢，迅速引起了关注，因为非常的方便，于是在3年之后呢就已经普及了，很快就出现了其他的各种规则的线条，让这个道路走得非常通畅。现在我们想想，有时候我跟朋友说，就是一条线，但这条线的出现就是一个革命，因为这条线规则了世界的走路，规则了我们所有的行驶。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讲这3个发明，你知道几个？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完全知道。在国庆的时候，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你可能有兴趣。下次我还会给你介绍一些新的加拿大的发明。我们加拿大历史不长，人口不多，但是我们加拿大有宽阔的土地，我们加拿大人很有智慧，他们发明了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下次再谈，谢谢你。